气息顺畅，步伐沉稳，你肯定毒已经发作了吗？属下已经感到口干舌燥，浑身发烫，还望圣母看在多年主仆的份上，给属下解药吧。救命神水现在不在我身上，如果你需要解药的话，等我办完正事儿，再回白水宫为你解毒。圣母是要去救呼延大藏吧？倘若这样，倒不如把奔月交给咱们，带回白水宫加以看管，这样圣母就可以专心地照顾大藏，也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你骨子里想什么？难道我会不知道吗？你想带走奔月去做人质，然后要挟我，这还算忠心吗？属下不敢。火魔神，不要在我面前演戏了。我告诉你，解药我不可能给你，奔月你也休想带走。如果你真想要解药的话，你最好回白水宫，给我乖乖的等着。圣母现在有伤在身，属下只不过是好言相劝。如果圣母只是一意孤行，属下不得已，也就只好自己动手拿解药了。怎么？你敢和我动手？原本不敢，不过为了活命，只好斗胆一试。圣母，你没事吧？我绝不会放过这些叛徒。火魔神反了，我担心我们的实力会更弱了。还好圣母已经给他们服了神水，他们活不了多久了。我没有给他下毒。紫衣神水怎么可能随便给人呢？哼，木狼神君果然是聪明过人啊。我担心后面的事情会更加棘手。圣母，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。要是他们卷土重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我倒真没有想到木狼神君会出手相救。就当我帮大藏还个人情吧。对了，圣母，紫衣侯已经到了客栈，他知道怎么帮大藏解毒。珠儿，吃点东西吧。你这样不吃不喝怎么行呢？怎么挨到白云关？我根本不想上白云关，我不想见到我爹。可你身上的蛊毒总得解除啊！只要我不见大藏的话，蛊毒就不会发作。既然是这个样子，为什么还要去求我那丧心病狂的爹呀？你这是何苦呢？你不要再逼我了，就算见了他，我也不会让他救。你要是解了蛊毒，就能和大藏在一起，你难道不想吗？我现在已非完璧之躯，跟大藏已经没有将来了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天大地大，总有容身之处的。你回去找奔月吧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不行，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。我不信这件事情没有解决的办法。上酒。金大侠，金大侠，谁呀？杀老子睡觉！金大侠，我是宝玉啊。
宝玉，你救了珠儿了？我正要带珠儿上白云观找他爹解除蛊毒，可是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去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哼，要说解除蛊毒嘛，这江湖上除了王颠，会下毒施蛊的人还有很多。可是你怎么知道王颠他就会帮助珠儿解毒呢？听金大侠的意思，你有办法？在白云观上，我对珠儿中毒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。我既然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哼，就有办法对付它。那还请金大侠出手相救。金大侠不会是喝醉了，拿我寻开心吧？你这是什么鸟话？你骂我捉弄你，我不在乎。可是这点酒，你说我喝醉了，你这不就是骂我没有酒量吗？那我可不答应。金大侠，是我一时疏忽。不过，如果金大侠知道的话，为什么在白云观上不说出来？这个，你就是猪脑了。在白云观上，一个王颠，一个顽石，我看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有些话怎么能够随便说呢？都怪我笨。那珠儿的性命，就全权拜托在大侠手上吧。有个叫白巧生的人，他这人足智多谋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对下毒施蛊的事也颇有研究啊。我看他也许可以帮助珠儿解毒啊。那就快带我们去见他吧。可是此人生性孤僻，捉摸不定，不好对付啊。金大侠，你帮忙。珠儿她现在了无生趣，痛不欲生。也许她解除了蛊毒，她就能重新振作起来。金大侠，我求你了。好吧。侯爷，大藏还有救吗？不好说。侯爷，只要你能救活大藏，我答应满足你的愿望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水晶瓶是白彦竹给的。我答应你，等时机一到，我就告诉你他的下落。我向你保证，我真的不会骗你。我相信你。不过，请你救救大藏。当日在白云观的时候，珠儿刺伤大藏所用的匕首，是来自于吐蕃的。吐蕃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每年7月初7，天下有麻烦事的江湖中人都会背上厚礼来我的五色帆船见我。所以你见过这把匕首？当年有一位吐蕃王子，痴迷我的剑术，所以上船来向我拜师学艺。在这半年里，他曾经跟我提起过不少吐蕃的武功和门派事情。这把匕首，据我所知，是一位叫丹桑格布传给他弟子的。丹桑格布？此人是雪域门的祖师爷。雪域门所有的弟子，但凡出师的时候，都会拿到师傅送的一把匕首，匕首的样式完全相同。另外，这个门派最擅长的就是用毒，这种毒叫做金蝉毒。如果要对抗这种毒的话，非得以毒攻毒，才有可能把体内的毒完全去除。
怎么以毒攻毒？我会将大藏全身的所有重要穴位封住，然后放一条赤脸蛇到他体内，希望他在五脏六腑、七经八脉里吸走所有的毒。可是听说此蛇奇毒无比，会不会有凶险呢？如果3天以后这赤脸蛇仍然还在大藏体内不出来的话，那它就会分泌毒液，到时大藏就会凶多吉少。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救治办法？这么说，大藏能不能解毒，就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我相信他可以的。大藏的体质非凡，并且求生的意志非常强，3天后是生是死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那也只有试一试了。你会没事的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看到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，只能感叹世态炎凉，人心难测。我虽然身为外族，但是这段日子的确见识到中原武林正邪对立的可怕。你是不是又想回大宛国去了？大宛国是比中原安稳多了，不过我现在心里只担心珠儿跟大藏，其他事情倒是还没有心思去想呢。我很担心奔月和宝玉，我怕他们的误会越来越深，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说起来，我们大家还真有缘分。之前我们是敌人，今天我们却在这里喝酒。侯爷错了，即便是在白云观上，我们也不是敌人。侯爷真正的敌人应该是王颠、顽石那些所谓的武林正派。侯爷不偏不倚，既不帮少林武当，也不帮我们五行教。我想侯爷应该是第三方势力。木狼，你可真会说话。不是我会说话，事情本来就是这样，不然圣母也不会让托尘郡主去找侯爷。现在武林的风气真的是太差了。没错，归根结底都是王颠那个卑鄙小人。没有错，都是这个恶人在兴风作浪。侯爷，有一句话不吐不快。请讲。侯爷武功高超，宅心仁厚，为什么不出来角逐武林盟主的位子呢？因为我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我并不喜欢你争我夺。武林中的事我已经看透了，所以多年前我就放弃了在中原居住，一直游居海上。可是侯爷，你想过没有？你这样反而给了王颠一个机会，让他胡作非为。凭我一个人的力量，并不能改变整个中原。其实，我今日还在江湖行走，都是为了等一位故人。屈指一算，我已经等了他几十年了。我还希望能再见到他，只要见他一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圣母，请留步。圣母，你真的还在惦记他？是，之前你答应过我，要把燕竹的事情都告诉我。请问现在可以了吗？你不相信我？不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你所做的一切，燕竹都知道了。他真的不肯再见我一面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我都告诉他了。但是他能不能出来见你，我无法左右。我只能告诉你，
他一直都在关注你。侯爷，我和方宝玉交过手，他的武功不在你我之下。难道你不怕他知道了身世会报杀父之仇吗？我不怕，因为我的确是宝玉的杀父仇人。如果他要为父报仇，就算杀了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只要在我死之前能够见到燕竹一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看来侯爷对白燕竹可谓用情至深呢。我答应你，帮你劝劝白燕竹，希望她能够见你。奔月还好吗？侯爷请放心，我已经收她做义女了。我都想不到，圣母和奔月这么有缘分。自从白云观之后，她再也没有跟我见过面。希望你以后见到她的时候，多帮我开导开导她。侯爷请放心，我还有事要办。大藏的伤，还请你多费心。我还有一事相告。什么事？白三空，也就是那个清平剑客，他根本就没有死，因为大藏没能杀了他。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那场决斗的事情？没有啊。到了，下车吧。来，珠儿，慢点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，这就是白晓生居住的地方。那寻常人呐，根本就进不来的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还真难相信密林中有这么一个地方。嘿嘿，说得不错。若不是我跟他几十年的交情啊，别说是进去，就是找到这里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来，我们进去吧。乖乖的在这里站着，千万不要出声啊！这个白晓生啊，他不喜欢被人打搅。如果是让他看见你们，那生起气来就会赶我们走的，那我们就白费心机了啊！老朋友啊，我来看你来了。
不是不登三宝殿，又有什么事求我啊？这个是我孝敬你的一壶酒，怎么样？够朋友吧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最近是认钱不认酒，一句话问一个问题，100两。好，好，咱们闲话少说，救人要紧。我有个朋友中了蛊毒，这毒发的时候啊，会不知不觉地残害挚爱的人，事后呢才会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还有的救吗？不就是中了情蛊吗？和心爱的人有碰触，蛊毒就会发作，然后毒性大发，凶残无比，不是吗？对呀，这可是一种很卑劣的行为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此事容后再说，你先告诉我还有没有得救啊？这还不容易吗？你去采集断情花和忘忧草，然后熬煮在一块儿，连续喝上半个月就没事了。就这么简单？简单是简单，但喝的时候会肝肠寸断，之后会忘情忘爱，把感情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不要忘情忘爱，我不要忘了大藏。珠儿，不要。哎，你还带了什么人来？你不知道我的规矩吗？哎呀，你不要生气，他们2个只是我的2个小朋友，不会乱说的，更不会把这里的事情透露出去。我不能忘了大藏，我做不到，我宁愿不解毒，不要。前辈，我有一事相询。喂，我念在我们的交情上才答应收你100两，但是陌生人的问题，我可要收500两的。哎，500两就500两。宝玉啊，你就快问吧。前辈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可以不让人忘情忘爱的解毒方法？如果不解毒的话，会不会有性命危险？哎，这可是2个问题，1000两。1000两就1000两，你就快告诉他们吧。天底下就只有这个方法能够解除情蛊。如若在7期49天之内不驱除体内的毒素的话，就会肠穿肚烂而死。怎么样？他还是昏迷不醒？已经第3天了，大藏不会有事吧？再过几个时辰就知道他是生是死了。侯爷，收到白云观上胡不愁的飞鸽传书，询问是否已经救出了珠儿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封飞鸽书信应该是给宝玉的，但他并没有带珠儿回白云观，那他又会去哪里？会不会又是王颠搞的鬼？我现在真的不知道，我得赶快和金祖阳见一面，一起商量一下。那你快去吧。侯爷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让木狼和托尘陪着你，这样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但是大藏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么多了。再说，你们俩留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。那奔月呢？侯爷，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，就让奔月暂时陪着我。那就有劳圣母了。
珠儿，药煎好了，快起来喝吧。我不喝。珠儿，听话，把药喝了。我说什么都不会喝的。把药喝了吧，珠儿。我不会喝的。你没听白小生说吗？如果你不解除蛊毒的话，你就会肠穿肚烂而死。我情愿死，也不愿意忘记大藏。只要你解除了身上的蛊毒，保住了性命，我们还可以想别的办法恢复记忆。如果你死了，那记不记得起大藏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让大藏知道了，你是为了他而罔顾性命，他会内疚一辈子的，甚至可能会自刎殉情。这是你想要的吧？奔月，奔月，来了！什么事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珠儿，你再忍忍，很快就会没事的。珠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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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这样。珠儿，你再忍一忍，你再忍一下。为什么非要我忘了大藏不可？珠儿，你要坚持住。为什么老天要这样捉弄我们？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我答应过爱你的人，不会让你死的。你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。坚持住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飞腾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孩子度过这个难关。啊，醒了！圣母，大藏醒了。大藏，你醒了？哎，别起来，快躺下。
宝玉啊，珠儿她怎么样了？现在是睡着了，只怕是醒来之后又是另外一番折腾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呀，宝玉呀，珠儿和大藏的感情，哎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。要让他放下这段感情，这又谈何容易呀？宝玉啊，你还是要耐心一些。要不是他毒发之期一天天逼近，我也不会这么着急。我也不愿意逼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你不知道，我每天看着他神情憔悴、恍恍惚惚的样子，我心里有多难受。我真不明白，老天爷为什么要他遭受这样的磨难。你们自小青梅竹马，也难怪你如此烦躁啊。可是现在并非是感情用事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振作一些，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呐。珠儿所承受的痛苦，追根究底，都是源自于呼延大藏。不过我知道，这一切的发生，都是不可避免的，都是源自于情。不过为了救命，我一定会让他喝下解药。虽然他会把呼延大藏忘得一干二净，但至少他会恢复到以前开朗活泼的个性。听那白晓生说，吃了解药之后，他的记忆力就会逐渐的衰退，并且会把以前的事情彻底忘掉。难道你就不怕他把你也给忘了吗？此刻，我在他记忆里，只是一个玷污了他清白之躯的男人。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，他看我的眼神只有尴尬和难看，再也没有以前的亲密了。我想忘了我他会开心的话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珠儿，药好了，起来喝药吧。珠儿，珠儿，你醒醒！啊，珠儿，珠儿，珠儿！你应该替我开心才是，因为死对我、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解脱。珠儿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一切的煎熬马上就要过去了，你的身体也能复原，不再受蛊毒的控制，你不能这个时候放弃啊！要我忘了大藏，简直是把我生存的最后一份意志也夺走了。你不如干脆让我死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死。当初没有认识大藏之前，还不是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为什么现在却要把自己的生命系在一个人的身上？你振作起来，重新活下去。我不要你管，我就是这么执迷不悟，我就是不想再活下去。我不管，你的事情我管定了。不。珠儿，你不要怪我，我这是被逼的。
我相信大藏知道了，也一定会赞成的。圣母，你没事吧？我扶你回房休息。我没事，先把大藏扶回去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圣母为你用功疗伤，想不到反而伤了自己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会这样？你的内力至阳至刚，而我练的却是属于白水宫至阴至柔的内力。当我助你疗伤的时候，你的内力会自然的抗衡。所谓遇强则强，你因为一时昏迷，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内力；我因为一时疏忽，被你的内力所伤。又是你救了我。我中的是内伤，休整10天半个月，就可以复原了。圣母，此刻大藏对天发誓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定会报答。我救你，不是要你报答我。其实，我来到中原才知道，江湖并不是那么单纯，谁是敌，谁是友，我已经分辨不出了，也不想分辨。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但是我现在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珠儿，现在还有谁是我最亲的人？不管什么时候用得着我的话，请圣母吩咐。你使我想起了一位故人，你愿意听我给你讲他的故事吗？圣母，请说。他叫霍飞腾，是享誉关外的剑客。他对剑的痴迷，绝不逊于你，甚至是你师父。圣母，你说的是关外飞鹰霍飞腾吗？你找到神剑了？不信吗？我与飞腾情投意合，在关外度过了我毕生难忘的日子。飞腾生性孤僻，不喜与人争斗，所以我们常驻大漠，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。
可是好景不长，飞腾被奸人所害，在我产下一子后，被逼得家破人亡。他和你们的孩子都死了吗？飞腾英年早逝，孩子没有下落。那我又怎么会让你想起他呢？你和他一样，对武林之争厌恶之极。你说过和他同样的一句话，愿意为我做任何事。圣母，你的伤势真的无大碍吗？休养半年，应该能完全康复。你不是说10天半个月就能好吗？原来你为了不让大藏内疚，所以才骗他的，对不对？让他知道又能怎么样呢？何必再让他知道呢？只要他能好起来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真是搞不懂，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，甚至是一个人人唾骂都想取他性命的人，你却这样舍命的相救，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。总有一天，你会弄明白的。也许啊，我永远都不会懂。不懂最好，懂了就会痛苦。不是常说难得糊涂吗？圣母，我知道你一直思念心爱的人，只是觉得你非常的疼爱大藏，多次舍命相救，就像一个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？还有啊，还有我是个坏人，不应该对人那么好，是吗？不是，我只是不明白。我这个无恶不作的女魔头，心眼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对于那些和我不相干的人，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我是绝对不会手软的。可是我对你们就不一样了。圣母，你说的我们是指宝玉、我、大藏，还有托尘啊？至少你、宝玉、大藏都不是我的仇人。圣母，我觉得你对宝玉也挺好的，虽然你曾经给我们下过毒，但是我总觉得你不是真的要害我们。我真搞不懂这是为什么。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，总有一天啊，你会明白的。本月，你是个好女孩，我一直希望有个女儿。现在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觉得很欣慰。其实我已经把你当成亲人了，所以我希望宝玉能和你在一起。别把我的名字跟他摆在一起，我不想听到他。刚才不是你主动提起的吗？你们这些女孩子呀，真让人琢磨不透。宝玉呀，你现在的武功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当今武林中，
能与你匹敌的，真是少之又少啊！武功高有什么用啊？遇到这么多事情，我还是无力应付。我连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。你是指珠儿和奔月的事情吧？我辜负了奔月，让他对我伤痛欲绝。现在又逼珠儿喝下解药，他一定对我恨之入骨。如果能让奔月不再误解我，让珠儿能够完全康复起来，我宁可没有这身盖世武功，我宁可废了我的武功。宝玉，你怎么可以为了儿女私情而丧失了斗志呢？你既然因为机缘巧合得到了一身武功，就应该怀着胸襟和气度，为武林造福，做一个真正的大侠呀！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，这句话你听说过吧？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应该做什么，而不是怨天尤人，更不能丧失信心呐！有些事情你应该淡忘，可是有些事情你一辈子都要铭记在心呐！与呼延大藏的血海深仇，为中原武林匡扶正义，身为练武之人，你难道不应该为武林的正义做些事情吗？可是，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拯救珠儿，更不知道如何面对奔月，连我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怎么去解决武林中的大事？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啊！这天地间最难解开的就是感情的羁绊。可难道说，为了这些事情，武林的正义你就不顾了吗？为了这些感情的纠葛，武林的生死存亡关系着千万人生死的责任，你就抛诸脑后了吗？道理我懂，正义谁都会讲。您看那个王颠，他满口仁义道德，可是他呢，争权夺利，勾心斗角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那个武林盟主。哎，你怎么能跟王颠去比呢？可是您呢？赤松道长的决斗，您能出手不出手？白云关上发生的一切，您却像个旁观者，一声不吭。您就是为了金家的祖训而袖手旁观，为什么您的道理总是跟我说？没错，我是个孬种，我是个彻头彻尾的酒鬼。可我希望你方宝玉是个英雄，比我金祖阳，比紫衣侯更杰出的英雄。方宝玉，如果你没有种担负起武林的责任，你就不配用这把宝剑。哼！难道说，为了这些事情，武林的正义你就不顾了吗？为了这些感情的纠葛，武林的生死存亡关系着千万人生死的责任，你就抛诸脑后了吗？如果你没有种担负起武林的责任，你就不配用这把宝剑。
金大侠，我想通了。您说的对，如果是上天让我拥有了戒日神功，那我就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。您说的对，我还要手刃呼延大藏，为我外公报仇。我还要追查赤松道长真正的死因。还有，在我最落寞的时候，是清空大师点醒了我。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，这样的话，我就太不争气了。宝玉呀，这样啊，才算是真正的男子汉呐！多谢金大侠的提点。希望您还能让我拥有这把长剑，我绝不会辜负你的。此剑乃是用玄铁铸造而成，可说是坚硬无比，削铁如泥啊！是我专门为你打造的，宝玉啊，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话。要永远记住。多谢金大侠。好了，你就用这把剑去行侠仗义，惩恶除奸吧。好了，还不快去看看珠儿啊！珠儿，珠儿，你怎么了？又不舒服了？没有啊。珠儿，有我在，你不用害怕。我已经决定了，等你完全康复了，我就让金大侠把你安顿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的正事办完了，奔月的气也消了，我带奔月来见你。然后我们离开这个邪恶的地方。太难了，你和奔月才是一对，你应该照顾的人是他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，不会的。珠儿，照顾你我责无旁贷。我不需要你。我想的是别人。我会去找他，他才是我心爱的人，他会照顾我一生一世。他是谁呢？珠儿，你告诉我，他是谁啊？他叫什么名字？现在在哪儿啊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哪儿？珠儿吃药了。珠儿，天涯长恨误相问，孤身一人赴泉台。啊！
哪儿？珠儿，珠儿，你到底在哪儿？珠儿，珠儿，珠儿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珠儿，珠儿，珠儿。人家说了，道不拾遗。如果我把它带回家，就等于带走了不属于我的东西。这样做对吗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可是，如果他的亲友来了，找不到他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如果说来往的行人把他拉走了，那不是一样吗？哦，让我好好的看一看，好好的想一想。哦，他2/3在门外，这我就不用管了，不关我的事。对，这1/3头在里头。头很重要啊，头要吃饭，头要思想，没有头怎么行呢？我该不该救他？我该不该救他？救我？宝玉啊，你真的要去找珠儿吗？珠儿现在身体还很虚弱，应该不会走远。珠儿她留下书信出走，就是不想再见到你。你又何必强人所难，非要找到她不可呢？如果她是身体好好的离开，我会诚心的祝福她。可是她现在大病初愈，身体很虚弱，我怎么可以袖手不管呢？更何况，她很快就会失去全部记忆。如果她在路上遇到什么危险，我该如何是好？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啊，金大侠，多谢您这些日子的照顾。您的话我记住了，我会全心全意，好好做一番事业。能不能找到珠儿，一切都是随缘，切莫强求。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呀。人生在世，不只应儿女情长，孰轻孰重，全凭你自己拿捏呀。您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啊，我走了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是你开口让我救你的。哎呀，要是有人说我拐带你，你可要给我说清楚啊！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啊，醒了，醒了就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哎呀，醒了。多谢师太相救，珠儿感激不尽。哎呀，不要，有什么好谢的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的休息。这几天呢，我会留意，有什么亲友来找你。我没有亲人。真的？白担心了一场。你说什么？没事。我是说，你为什么一个人昏倒在安堂前？我被亲生父亲陷害，中了一种罕见的情蛊。这种情蛊卑劣之极，只要我一靠近心爱的人，蛊毒就会发作，我就会像着了魔一样，对他恨之入骨，甚至不受控制地残害他。这么恐怖啊！还好，只是对心爱的人这样，对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攻击性啊。现在我喝了解药，但是这种解药会令我忘情忘爱，甚至连我自己也忘得一干二净。我说什么也不愿意。还有这样的解药，蛮有趣的嘛。师太，我不想忘了过去，我不想忘了我心爱的人。我现在已经心灰意冷，死了就能一了百了，对吗？当然不是。我记得师父曾说过，如果自取性命，就会万劫不复，永不超生。死有什么好玩的？活着多好啊！活着能吃能玩，能够出去跟人聊天，还能够诵经拜佛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哎呀，活着好。师太，我想削发为尼，像师太一样放下尘缘，遁入空门，做一个尼姑。太好了，多一个人陪我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哦，不行，我记得师父曾经说过，如果尘缘未尽，入了空门也是白忙一场。师太，我就快变成一个失忆的人了，还有什么尘缘未了呢？好吧，让我想一想。你可以给我扫扫地，挑挑水，出去师太买东西。师太，你还可以给我。师太，你什么时候才肯为我剃度啊？啊，你先好好休息，过几天再说吧。哎，师太，这几天我一提起剃度的事，你就打发我去睡觉，打发我去吃饭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证明我剃度的决心啊？啊，你不用证明自己，我只是想你这几天已经吃好了、睡好了，就会打消剃度的念头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你这几天睡得可安稳，吃得可好？吃饭时都没有什么胃口，睡觉也会做噩梦。哦，是这样啊。你连吃饭睡觉这么简单的事情心都安定不下来，那你确定已经定下心来要出家吗？哎呦，好重啊！早知道出家要担这么重的担子，要承受比一般人还要难熬的艰苦，我就不会因为避世绝俗而一头栽进这里面了。仔细想想，都是自己不好，为了逃避困难，跑到这里来，根本不是为了普度众生、弘扬佛法才出家的。哎呀，不好了！哎呦，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但是不用怕啊，很快就会没事了。哎呦，啊，你是一只勇敢又热爱生命的蚂蚁。只不过这次经历了一场不平凡的遭遇而已。所谓经一事长一智，以后你要珍惜生命，爱惜自己才行，知道吗？哦，小家伙，再见吧。好了，
我呢去做饭，做好了饭我再叫你，好吧？师太，我帮你啊。王大侠坐上盟主之位，号令武林，为武林造福。多谢诸位英雄的信任，王某一定不负众望，尽到武林盟主的责任。在王大侠的统领下，希望武林不要再有四分五裂，大家一起携手，阻止魔教到处肆虐。前几天，五行魔教肆无忌惮，想破坏我们这次武林大会，甚至围攻白云观。这件事儿让我至今耿耿于怀。魔教不把我们武林正道放在眼里，我们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？这次魔教是公然挑衅，如果我们坐视不理的话，他们会认为我们是胆怯。当年我们曾经重创过魔教，这次我们也绝不会放过他们。对，绝不放过他们。先发制人，后发受制于人。我提议，趁魔教现在受挫之际，咱们团结广大的武林正派，攻其不备，一定能取得成功。剿灭五行魔教，攻入白水宫！剿灭五行魔教，攻入白水宫！盟主，启禀盟主，火魔神率领众多手下上山求见。盟主，你看，我们有这么多英雄好汉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他们来一个，杀他一个；来两个，杀一个。各位稍安勿躁，让他们把话说完了再动手也不迟。去，让他们进来。是。盟主说的对，只要他们有一点风吹草动，我们就把他们全杀了，正好为我们的出征记记大旗。火魔神到。火魔神参见盟主。盟主？哼，我可不是你们魔教的盟主，你是不是来给白水老妖下战书的？盟主误会了，我们众兄弟这次是特意来归顺盟主的，为武林同道出力，望盟主不计前嫌。你一直是白水圣母的亲信，现在突然归顺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我们众兄弟虽然为他效力多年，可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人看。我们结拜的土龙子为他丢了命，可是这个老妖连个像样的葬礼都不给办，我们弟兄对他恨之入骨，恨不得吃他的肉，剥他的皮。你们跟我们对立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突然倒戈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啊，实话告诉盟主，前不久我被他逼迫吞下了杀人神水。哦，虽然事后知道是假的，可是我已经跟他动了手，而且我们众弟兄联手重伤了他。既然已经撕破了脸，那干脆我们就反了。哦，你们是怕那个老妖功夫恢复了之后问你们的罪是吧？好，各位，火魔神如果加盟我们武林正道，那我们就是如虎添翼啊！他手下的弟兄对白水宫的地势十分熟悉，那我们攻打白水宫将会事半功倍。火魔神，俗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我们欢迎火魔神加入我们武林正道。好，多谢盟主，我们弟兄一定竭尽全力消灭白水宫。嗯，好。刚才我们正在研究攻打白水宫的计划，我看这一次你们就做个开路先锋如何？一定尽力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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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颠盟主真是威风凛凛呐！哦，
侯爷来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在筹划攻打白水宫。侯爷是武功盖世，如果能助我们一臂之力，定能水到渠成，将白水宫夷为平地啊！哎，我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兴趣。我来的目的只是想知道您女儿和宝玉是否来到白云观上。哎，那天一别就没了消息，宝玉非要去救人，拦也拦不住。我多次派人去找，也没有消息。这一切都是你这个盟主造成的。哎，子怡侯，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尖酸刻薄了？我王某做事顶天立地，为了江湖上的事儿，我可以抛家弃子，在所不惜。我看你是一派胡言，你所讲的和做的，完全都是为了这个武林盟主之位。我说子怡侯，你说这话毫无道理。我做事行得正，坐得端。用不着你来教训我。你在自己女儿身上下毒，这也叫行得正坐得端？你对晴空大师的死不闻不问，你这样也可以当武林盟主吗？还有，大家想一想，武林大会开始之前，少林武当不断发生惨祸，大家对他来当这个武林盟主，是不是已经考虑清楚了呢？够了！以后你别在这妖言惑众。你也算得上是武林一代宗师，可是你对中原武林的事儿不闻不问。多年来，你一直就躲在海上逍遥自在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大放厥词？大家都记得，赤松道长做盟主的时候，中原武林天下太平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事情发生，也轮不到我管。哼，你还敢提赤松道长？当掌门原本让人何等尊崇啊！可惜呀，年轻的时候不慎交了损友，丢了性命。就在白云观上，道长浴血奋战，力竭而亡。子怡侯，你当时就在场，眼看着赤松道长惨死在这儿，你却袖手旁观。怎么，人死了，你又来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你安的什么心呐？我来就是要揭穿你的真面目。哼，我看真正虚假的人是你。你若真为武林着想，就应该跟我们携起手来铲除魔教。莫非你跟那个白水宫还有点什么特殊的关系不成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了。哎，两位都是武林中德高望重的大侠，何必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呢？啊！侯爷，王颠号令武林围攻白水宫，您认为只是为武林除患这么简单吗？我仔细想了想，应该没有这么简单。他背后可能有一股势力在支持他。侯爷，不管王颠有什么阴谋，奔月现在还在白水圣母身边，我们应该尽快赶到白水宫，把奔月接走，以免卷入这场恶斗啊！原本我想打伤王颠，好延迟他们进攻白水宫，没想到中间却杀出个李子仁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啊？我们要尽快通知白水宫，多加提防。这。好极了，有火魔神助阵，那白水宫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是啊，我本以为攻打白水宫会损兵折将，现在看来，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能让白水圣母俯首称臣呢。那好，你让火魔神打头阵，我再吩咐少林和武当弟子加入战围。经过一番厮杀，正邪两派肯定两败俱伤。到时候我的雄图伟业不就完成了吗？哎，如果武当和少林这两个名门正派都油尽灯枯了，那我这武林盟主不就成了有名无实了吗？那我做这个武林盟主还有什么意思？还
还说号令天下呢？不行，我看从今以后，咱们有事儿还是商量着办吧。怎么了？王兄有自己的想法了？我的想法不就是你的想法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这个武林盟主可是我一手捧起来的。我能够帮助你成为武林盟主，但我顷刻间也可以让你变成一无所有。既然我已经做了盟主之位，就得有点盟主的样子。好，你说废就废了，你怎么废我？你是杀了我，还是断我的经脉？再怎么着，这武林盟主的位置也不可能是你的呀！你已经死了。我连自己都敢杀，怎么就不敢杀你呢？玩笑，纯粹是玩笑。哎，攻打白水宫的事儿，我看是刻不容缓。至于如何削弱各派势力，我心中有数，不能太明显了，也不能操之过急。您说呢？盟主是明白人，我想也不用我多说了。好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好。只要有我在一天，就由不得你放肆。岂有此理！火门神这个混蛋，真没想到他会如此忘恩负义，趁我白水宫虚弱之际，勾结王颠这个败类，对我白水宫落井下石。圣母不必着急，我已经飞鸽传书去请使都将军，也会请木郎把青木堡的弟子一起带来。木郎，你说怎么样？对啊，白水宫有难，在下在所不辞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。本月，小孩子讲话不要这么不分轻重。侯爷，有什么话请说，但说无妨。圣母，在下实不相瞒，我此次前来，除了给白水宫通报消息，还要接走奔月，因为我不想卷入江湖的纷争之中。希望圣母能够体谅我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侯爷，你不必为难，你能给我带信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你把奔月带走吧，白水宫我应付得了。不行，我不走。谁说我要走了？你们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。你还是个孩子，不懂江湖有多险恶。你不知道，一旦陷入其中，永远都脱不了干系。你明不明白？爹，江湖再险恶，做人也要有良心啊！我现在绝不能走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你带走。我就不走。奔月，不要吵。侯爷说的有道理，你还是离开白水宫吧。我现在不能走，我不仅是爹的义女，也是圣母的义女，我要留下来陪着她。你留下来只会给大家添麻烦。爹，火魔神倒戈，白水宫腹背受敌，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啊！你整天都说你要保持中立，要有同情心，怎么这个时候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了？奔月，你这么说侯爷不公平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马上进去，收拾东西，跟我走。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做主。奔月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怎么过分了？你们这么没有原则，效忠我爹，他没有同情心，你们也没有吗？你还认不认我这个爹？我最后说一遍，马上进去，收拾东西，马上离开这里。
还在生气呀？侯爷说的没错，你真的没有长大。为这个事儿就跟侯爷生气掉泪，不应该吧？好了，奔月，不要哭了。侯爷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好，尽管他不是你亲爹，可是他含辛茹苦10几年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也实在是很不容易。他是真心为你好。你干嘛这么大度？他非要带我走，你还帮他说话，我真是搞不懂，他为什么这么不近人情，甚至自私。你的爱永远是心中的秘密，肯定你，我永不后悔。为了你，我忘掉所有恨与泪，哪怕有家不归。和你走再长的路也无所谓，只要让你为我把长剑收回。你的泪不为红颜又为谁？你的泪又为谁？孤独的人有我在红尘中陪你醉，不放弃，爱你到天涯都无悔。花开花落不变的事情，无怨无悔，你是我猜不出的